2023年末至2025年中，一场席卷超60%央国企，牵动4000万员工的公积金调整风暴，以空前的力度将国企多年来顶格缴纳的12%的公积金比例腰斩，打破了高福利的神话。这不是个别企业的微调，而是能源、通信、建筑、金融等重点领域的集体行动。部分企业更叠加缴存基数按工资60%折算的双重挤压，月薪1.5万的员工年公积金损失超2.5万，相当于被动降薪至少10%。昔日金饭碗的光环似乎有些暗淡。那么这场央国企公积金调整的力度有多猛呢？说实话，还是挺猛的。多数人对12%降至5%的认知可能没什么概念。其实这场调整本质是一场隐形减薪潮，其冲击力远超表面的7个百分点。依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，5%到12%为法定区间。以前的央国企基层员工到手的工资虽然不算高，但是各项福利，比如公积金都是顶格缴纳的。此次调整直接从顶格缴存跌至底线标准，企业与个人缴存额双双减半。就拿月薪8000的基层员工来说，调整前每月公积金是1920元，调整后就只剩下每月800元。对于月薪2万的中层管理来说，调整前每月公积金普遍都能拿到4800元，调整后则降至2000元，每月少了2800元。这对于还房贷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更严峻的，这有可能还会是一个比例下调加基数压缩的组合拳。不少地方国企及效益欠佳的央企，不仅降比例，还将缴存基数从全额工资压至工资的60%到80%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比如说一个国有建筑集团的普通员工，月薪12000，那么以前呢就是按这个基数12000，比例12%来计算公积金的，每个月的公积金入账大概在2880元。但是调整后就不能按12000来计算公积金了，基数得打折，打个6折就是7200，比例也不能是顶格12%了，只能是最低档的5%，这样每个月就只有720元，降幅达75%。这就是比例和基数的双重调整，变化不可说不大。不过央国企的公积金调整并非一刀切，也是要具体看企业效益和岗位层级的。比如东部沿海一些效益很高的央企，如深圳地铁或者上海电力这一类，基本不受影响，继续维持12%基本公积金加5%补充公积金的超高水平。但是大部分央国企没有这么幸运。除此之外，央国企的公积金调整还和层级挂钩，基层员工全部按5%执行，中层则降至8%到10%，高层则大多继续维持在原先的12%的顶格水平。比如某通信央企就采用了科级及以下降为5%，处级及以上保留10%的方案，也因此引发了基层员工的不满。那么为什么这2年央企开始砍福利了呢？那其实无非是这么几个原因。首先是钱不那么好赚了，其次上交给国家的比例又提高了，两头一挤压，各个央企国企能够留给自己的钱当然就少了，发给员工的钱自然也少了。再者，央国企的福利本来就饱受争议，能享受到这个福利的少数人当然乐在其中，但是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这个机会的嘛，所以质疑声一直是不断的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1月到5月，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速仅2.3%，较2023年同期的10.9%大幅下滑。部分传统行业更是陷入亏损。北方某能源央企2024年上半年原材料成本涨15%，利润却仅增1.2%，国企的利润空间正在缩减，这恐怕是公积金减半的最主要原因。过去国企依托垄断资源，政策补贴可轻松维持高福利，但如今传统业务增长乏力，如建筑行业受房地产低迷影响，订单量降了20%，新兴业务如国企转型、新能源尚处于投入期，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。公积金是人工成本的大头，能占到15%到20%，降下来可以立竿见影地缓解现金流压力。另一点也十分重要，央国企上缴给国家的钱更多了。2023年起，国家明确要求国企利润上缴比例提升至30%以上，资源类、金融类国企甚至需达35%，较此前18.6%的平均水平大幅提高。上缴的多了，留下的就少了。国企可自由支配的资金锐减，必须在反哺财政与员工福利间做取舍。那显然上交国家这个没得选，所以就只能舍弃部分的员工福利了。以地方国企为例，
潍坊规定，国有独资企业利润上缴比例不低于 30%， 金融企业不低于 35%。天津从 23% 上调至 30%。2024年，全市国企上缴利润同比增 40%， 企业利润需优先保障国有资本收益上缴，员工福利调整需服从整体财政规划。简而言之，以前国企能自赚自花，现在要先缴国家再谋自身，高福利当然就难以为继。长期以来，央国企 12% 的公积金比例远高于民企 5% 到 8% 的平均水平，一直被诟病变相避税、福利不公。2023年，人社部也明确提出规范国企福利，避免与民企形成过大差距。此次调整也是真的在福利平权这个方面动真格的了。毕竟民企、私企还有很多自由职业者，根本就是社会福利体系之外的群体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民企公积金缴存率仅 65%， 也就是说，只有 65% 的民企为员工缴纳公积金。在这 65% 的里面，按最低标准 5% 来缴存的占 70%， 也就是绝大多数民企要么就不给员工交公积金，交也只会按最低标准交。还有 20% 的民企压根儿从未给员工缴纳公积金。还记得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京东给快递小哥交社保的那件事吗？把快递小哥这种几乎是自由职业者的从业人员纳入社保体系，这事儿放在民企身上还真不是一件小事。当时其实还是有很多争议的，争论这对快递小哥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鸡肋，是好事还是鸡肋，这因人而异吧。但是这么多年来，央国企的公积金缴存率都是100%，并且按顶格 12% 的标准来缴纳的占比超 80%， 这种差距谁能看不出来？都说国企养人不是虚有其名啊，让国企福利回归合理区间，既能减轻企业负担，某种程度上也让劳动力市场更公平。那么这场调整里，谁是最大受害者呢？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年房贷族。对背负公积金贷款的中年人而言，公积金不是额外收入，而是支付房贷月供最重要的来源。而且公积金缩水了，那可以贷款的额度也会跟着缩水 40% 到 50%。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的利息差异还是明显的。打个比方来说，如果某国企员工月薪2万，原来每月公积金是4800元，可以贷120万公积金贷款，月供5800元，公积金覆盖 83%， 自己每月只要再出1000元就可以了。这个压力绝对不能算是很大，但调整后，他每月的公积金为2000元，仅能贷50万的公积金贷款，剩余70万需要走商业贷款，整个月供就会增至7200元。除了2000元的公积金，个人每月还需再出5200元，这笔钱就不算是一个小数目了。这还算是好的，越是基层员工，越是年轻的基层员工，影响越大，因为这批人可能买房正是买在前几年的高位，很多基层员工的薪水本来就不算高，进国企央企就是图着公积金高，买房轻松，结果现在突然遭遇公积金骤降，这恐怕还贷会立刻变得困难。调整的层级差异也让基层员工成了最大输家。这2年来，央国企的基层员工离职率创下新高。2024年职场调研数据则提到，国企基层员工离职率已涨到 18%， 创10年新高，较5年前翻了1倍。其中能源、制造等劳动强度大的行业，基层岗位离职率常超过 15%， 而且离职原因多半都和公积金降太多，到手工资不够花有关系。公积金缩水后，央国企还是否值得去成了热议话题。福利降了，金饭碗还香吗？其实要看跟谁比，跟过去得好日子比，那肯定是差了不少意思。但是如果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，拿出来跟体制外的职位相比，那其实在这个年头有个稳定的饭碗就已经是遥遥领先了。虽然福利减少，但央国企不裁员、欠薪风险低的优势，在民企裁员潮中格外凸显。2024年互联网、房地产行业裁员率超 15%， 互联网大厂、外企裁员的新闻层出不穷。体制内只是福利降了，但相比于体制外，这里还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。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。2024年央国企招聘报名人数同比涨 15%， 某央企校招报录比达50:1。虽然福利降了，但对比民企的不确定性，国企仍是安全区。央国企公积金从 12% 砍至 5%， 不是金饭碗的崩塌，而是福利泡沫的破裂。过去靠政策红利的高福利时代基本结束了，一去不复返了。但是国企正在用成长红利取代福利红利，
过去国企员工靠政策红利享受高福利，形成了福利依赖。现在福利回归常态，但是央国企依然拥有免费的职业培训、优质的行业人脉和稳定社会地位，这些隐性价值未因公积金调整而消失，甚至对长期职业发展更重要。好了，关于今天这个话题，我们就聊到这里。你觉得央国企的福利骤降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。我是元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